藏族文化里边有个传说，传说藏区的另外一个维度的时空里边有一个叫香巴拉的王国。这个王国因为每个人都掌握了快乐的源泉，所以呢是一个特别和平安宁的王国。香巴拉和这个世间也有很多交集。传说有一条通道叫地之渡期。我叫白马多吉，是松赞文旅度假集团的创始人。早年在央视工作，做了20年的纪录片。做松赞的初衷和动机，其实跟我之前去央视的动机是一样，给大家介绍藏族和藏文化。我想，也许通过旅行的方式，是一个分享藏文化和体验藏文化最好的、最直接的方式。通过酒店的平台做环线旅行全域，把这个精品酒店做到一个个山村去。我希望能把这些节点呈现连起来，最后变成一个通往香巴拉的人工的地质渡期，也就是通往香巴拉的一个通道。我自己的家就在松赞林寺的脚下，那我想呢，松赞林寺本身就是个目的地，而且挨着的克纳村过去也是一个繁华的小镇。那我想，也许我就拿这个我自己的家的宅基地，把它改建成一个酒店，所以那是我的第一个酒店。差不多2年左右的时间呢，我其实也看到了这条路是可以走通的，所以我2004年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央视，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松赞里。其实那个时候就有了要做精品山居酒店的想法，而且呢，有了做精品山居旅行的想法。塔城、慈中、梅里、奔子栏这些选址，其实也就在2004年确定的。从我们建第一个酒店松赞旅馆，一直到现在的正在建的加起来16家酒店，整个建筑的形式是迪庆、香格里拉之外的这些区域里的各具特色的建筑综合在一起的。我们都尽量把所有的设备都跟传统文化联系起来，这是一种氛围，也是一种场景。其实我面对的最多的还有一个事情，就是要去找合适用在松赞的东西，包括艺术品。我早期也就是在98年、97年开始收藏藏式家具。在这个之前呢，其实我已经收藏了很多西藏的藏毯和明清的丝织品。当年我在绿到现在为止用的全都是80年代、90年代，一直到2000年左右的比较新的唐卡，都是很有名的作者。铜这个东西跟藏族的传统生活是密不可分的。我从06年开始，一直到今天，养了3个制作铜器的工艺人，一直在给松赞制作各种各样的铜器。现在的那么多的佛造像，其实也都是后来慢慢的收集来的。
散落在商业市场上的缅甸、泰国、柬埔寨这些南传佛教的这个佛像，只有这样精美的造像，才能给这个空间创造一种祥和、安宁的氛围。我觉得松赞不同于一般的这种度假旅行，除了每个酒店都布到了那些人们无法到达的山村里，所在的地方都是具有非常好的目的地资源。所以我们的这个口号语叫做“隐秘之门”，因为这些所有的松赞所在的地方，在没有松赞的情况下是没有可达性的，又反过来是代表着这个区域里最主要的景观和文化。在央视的11年里边，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藏区的片子。我一闭眼我就知道我的家乡最美的地方都在哪里。我反反复复去拍过多少镜头，去架过多少次摄影机，每个地方我都知道，最美的位置在哪里。塔城至今还是个鱼米之乡。我们的塔城酒店就选在一个村庄的边上，一片树林里边，直面的景观是整个稻田。再加上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叫滇金丝猴国家公园。慈中是澜沧江边上的一个小村庄，在那个时期，慈中有整个德兴县仅存的稻田，而这个稻田的中央是村庄，村庄的中央是一个教堂，这个教堂修建于1898年。这个松赞梅里经常有像仪式性的活动，如果清早雪山出来了，员工就会给每个客人打电话，请他们起来看雪山的日照金山。梅里雪山，我们通常会推荐客人去明永冰川。那明永冰川是纬度最低、海拔最低的冰川。在梅里，我们客人最喜欢去的还有一个地方，也是我们最强力推荐的地方，叫白马雪山牧场，是一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。我们带客人去藏民家，把经幡做出来，印上去，挂起来。藏族人相信，印在经幡上的这些祈祷呢，都是具有非常正能量的。风吹过这些经幡，就会把这些正能量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。奔子栏就是金沙江边上的一个小沙坝，但是呢，你别看它那么小的一个地方，整个藏区以前的比较高端的漆器的这个生活用品，全是在奔子栏生产。那现在这个地方还很好的保持了这样的传统工艺，所以也进入到了我们的旅行产品里来。再加上呢，顺着这个奔子栏酒店所在的那个河谷，到头有一个原始森林，是一个特别美的原始森林。什么样的地方能有香格里拉的意味？那就是松赞所在的这些地方，所有的东西积累起来，可能你就对香格里拉有比较全面的认识。
从旅行的意义来说的话呢，最好的旅行是行万里路，看世界。我希望到松赞来旅行的人，更多的收获是这个区域和这个民族的文化对他们的一种启发。而怎么样的启发是最有用的呢？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的人是怎么去追寻快乐和理解快乐。最后我们把这个定为我们企业的使命，追寻快乐源泉。也希望更多到松赞旅行的人拿到打开那个隐秘之门的钥匙，能找到更稳定的快乐的源泉。